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霹雳双井》。刚刚就是咱们第一关需要逮捕的3个目标，他们仨呢组团抢了一个银行，但是你没看见他们抢走钱啊，3个人呢劫走了一个妹子。这款游戏的游戏方式有一点像我之前给大家录制的《罪恶城市》，其实也有人间兵器的影子。这是第一关的小 boss 了。他捡了一个垃圾桶的桶盖当做盾牌。远程打呢，像我这样打是比较简单的。另外有一些小伙伴习惯把子弹打光，然后呢近身用拳脚打它，那样打得更快，但前提呢你需要把你的子弹浪费光啊。好，逮捕了一个，这样咱们晋升了，现在是队长了。第二小关，游戏整体的流程是5大关，每个大关呢由3个小关组成。这个游戏方式包括上下跳建筑物的时候，真的非常的像人间兵器。那人间兵器呢，就是类似作品的里程碑。你跟小伙伴介绍一款游戏的时候，介绍半天，小伙伴还不太知道它是怎么玩的，你就来一句非常像人间兵器，他就恍然大悟了。咱们现在还是普通的状态。好，这是第2个小 boss。这个小 boss 呢，也可以近身上去打，前提也是咱们需要把子弹打光。远程呢，其实更加的安全。这个妹子被救出来，竟然扑上来了，别这样啊！我已经结婚了。逮捕了第2个人之后呢，咱们升到了副局长。这个升职的速度真的是快啊！第1大关的第3小关了，这里要打本关的 BOSS。你看这个敌人需要补2枪，那我攻略的方式也非常像人间兵器的攻略方式，站着1枪，蹲着1枪。很多小伙伴当年玩人间兵器就是这样玩的。后面出现了需要打3枪的角色。这个 BOSS 呢扔船锚，但是他这个船锚啊收回去的时候是没有判定的。所以说他真的弱爆了呀！我难道是慕容复吗？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了，用锚把它捆起来了。好的，这样咱们晋升成了主管，穿上了外骨骼装甲。第2大关啊，咱们的目标是这个货，绰号叫做脏毛，罪名呢是非法操控武器以及谋杀未遂。看咱们现在穿的这个装甲。并且呢，现在可以捡到武器背包了。武器背包是有数量的，只有2发，但是威力巨大，并且呢可以清屏。前方不远就是本关的小 boss， 我刚才用了1发武器背包。这些 boss 的资料我如果找到呢，都会给大家介绍的。小的时候玩肯定是没有机会了解，打完之后他跑了，穿上了骨骼装甲之后，咱们的武器就变成连发了，这样其实非常费子弹。敌方扔的手雷呢有2个弱点，第一呢是手雷在空中的时候没有伤害，第2呢是它爆炸的花攻击判定小于它爆炸的贴图。你感觉这游戏啊是故意让玩家通关，难度呢没有那么高。其实这里呢，咱们主要打右边就可以，把这个喷火兵打死呢，这个场景就算过了。现在是第3个小关卡了。在这里我跳了一下，扔了一个背包。BOSS 就在右边。哦，他的罪名是非法操控武器是吧？那我知道了，他操控的是 TNT 啊。他要把这个大楼炸了，而且你看是一个定点爆破，这个厉害了。这些 BOSS 都很有个性啊。大家想一下，第一关的那3个 BOSS， 一个拿着船锚，一个拿着回旋镖，一个拿着酒瓶，3人就敢抢银行。抢银行呢没抢钱，抢走了一个人。
没有30年的脑血栓想不出这主意啊。好的，把他逮捕了。第3关的 BOSS 呢，绰号叫老鼠，罪名呢是贩卖违禁药品，我只能说违禁药品。至于他贩卖的是什么呢，大家都懂。另外还有一个罪名是肇事逃逸，那看来他会开车呀，跟我是同行。不知道他车开的怎么样啊？看起来不怎么样。开得好的话，不至于肇事逃逸啊。好，敌方有拿着 RPG 的小兵了。那这个 RPG 是这样，它也是有照顾玩家的判定，它击中你之后呢，不是马上伤害你的，而是先爆出一个火花。你如果不在这个火花范围之内呢，你是不掉血的。第一关的小 boss 是个老虎，这个 boss 养的好。这是一个秒他的点啊，就是因为咱们放武器背包的时候是无敌的，咱们趴在地上，然后放一个，它正好经过咱们的身体的时候，所有的子弹它都吃到了，这样一下子就会伤很多的血。这里出现了新类型的敌人。160多发子弹了，子弹如果省着打的话都是够用的，但有的小伙伴呢喜欢拳脚。好，本关的 BOSS，可能很多小伙伴呢止步于死，这里呢就需要留一下咱们的武器背包了。大猩猩锤你的时候，咱们就放。利用这个无敌时间来护身。这款游戏其实正确的译名应该叫做赛博战警，我觉得比较合适。但是呢，约定俗成吧，都叫霹雳双警。但是我小的时候呢，我记着老板给这个机器上贴的名字叫做机械警察，他机械的械还是一个错别字，写错了。当时就觉得这个老板可能文化程度不是很高啊。但是我现在呢，也到了提笔忘字的年纪了。你让我打字啊可以，让我提笔的话，很多字啊，我就写不出来了。不知道具体笔画是怎么样了，有没有那一撇，有没有那一点，都搞不明白了。好，这是本关的 BOSS， 确实啊，肇事逃逸。真的会开车，小心他撞你啊！好的，打完，两车轱辘没了，看你怎么开车呀！他竟然拄着拐啊！哦，那他开车比我厉害啊，拄着拐都能肇事逃逸啊，这个厉害。你说拄着拐开车肇事我理解，你能逃逸，我还是佩服的。好的，第4大关了。但是呢，屏幕左上角是计算小关的，现在表示呢是第10关。咱们平均每个小关攻略还不到1分钟。这关开始呢，敌方就有很多的炮台、机械类的敌人了。这个火箭炮我躲开了。这种激光也是一样，它发射的时候呢，很多会被平台挡住。所以说，游戏的很多设定，你感觉真的是比较照顾玩家的，刻意的降低了难度吧。另外，这款游戏呢是有世嘉 MD 的版本的。那家用机版的流程更长一点，街机版出品的太早了，本作出品于1989年，是硬核游戏之王世嘉的作品。一些小伙伴玩过，可能很多小伙伴没玩过这款作品。这可能是世嘉当年出品的最简单的游戏之一了。好多人，其实它的风格更像早年的超级忍。街机版的超级忍呢，我给大家录制过，超级像人间兵器，只不过把武器换成了手里剑。又一个武器背包啊，这里是喷火器。本关的 BOSS 呢，你可以说是这2个喷火器，也可以说是这2个飞行兵。打完了，这里没有警车接我呀，但是有警车送我。
第4关的 BOSS 呢，刚刚看了没有数据啊，但是呢，他的罪名是战犯，所以说这关咱们可以看见敌方有很多的武器。刚刚这发激光应该是打到我了，护甲呢抵挡了1次，这个护甲都是有耐久的，它有不同的状态，一点一点的破碎，最后呢恢复成咱们原来的样子。放了一个背包，还有1发，这里应该是 BOSS 战了。BOSS 是2个机器人，注意打法，先勾引他俩站着开枪，然后趴下输出，否则一左一右一起上真的是顶不住啊！你想一下，一起射2个。好的，最后一关了，第5大关。那 BOSS 呢，名字也是没有数据，罪名也是战犯。开场的2连发 RPG 就比较难躲。5关1还是有难度的，这里不要在乎武器的数量了。好，冲过来，放了2个武器背包，3个，因为前面还有。其实游戏的很多难点，你可以通过背板来进行解决。这个 BOSS 啊，地上的东西不要碰。好的，把它秒掉。这样可以不用面对地面的敌人的子弹。这个墙壁也要小心一点，注意节奏。上面的激光射咱们的时候，咱们不要拆，它射向别的方向了，咱们再拆。前方呢有这种像终结者的头一样的敌人啊，他没有撞击判定，而且他的子弹啊，咱们的护甲是能挡的。挡了1发。BOSS 战，这个 BOSS 的攻击啊，挡一下，咱们的护甲就会开始碎啊。因为护甲不断的受到攻击呢，它是一层一层的破的，最后呢又恢复成了初始的状态。利用背包的无敌混过去了。这里是5关3了，最后一关了。后面给了背包，然后捡着2发，放一个，骗了一个无敌，又有背包，再放一个，50多发子弹其实也够了，因为 BOSS 呢有20发就够打。哇，补充了90发，这样足够了呀。BOSS 出现，弱点就是这4个魔法水晶。好的，拆完通关。通关之后呢，大家看一下剧情吧，应该是给续作留了一个尾巴，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么多年这款游戏出没出续作呀，恐怕是没有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射击游戏《霹雳双井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